叶晨此前从未了解过 AI 模型，但是听林婉儿介绍一番，心中已然有些心动。AI 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但具备了一定基础的智能以及逻辑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依托强大的计算机以及超强的计算能力存储，同时拥有了海量的知识库和强大的算力。没有 AI 之前，如果想让计算机帮你计算一颗彗星的飞行轨迹，需要你自己先知道飞行轨迹的计算方式，然后再用计算机能看懂的计算机语言，编写一套教会计算机如何计算彗星飞行轨迹的软件，然后再依托超级计算机来运行这个软件，再把这颗彗星所有的相关数据输入进去，超级计算机才能够完成运算。但是 AI 模型通过不断学习和更新人类的知识库，早就已经学会了如何计算彗星飞行轨迹。它甚至还会计算迫击炮轨迹、弹道导弹轨迹、洲际导弹轨迹，甚至区区羽毛球的飞行轨迹。所以你不需要专门用计算机能看懂的语言，一点点教会它怎么算。你只需要告诉它，我想知道这颗彗星的飞行轨迹。只要它的知识库里有这颗彗星的数据，它自己就会把结果告诉你，简单直接。叶晨没想到，现如今最好的 AI 模型竟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产业。被林婉儿这么一提醒，他确实有些动心。虽说这算得上是互联网领域最尖端的技术之一，但是自己只要能拿捏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需求，就一定能从他们手里买过来。于是叶晨笑着对林婉儿说道，谢谢林小姐提醒，等四方宝壮回国的消息公布之后，我等着看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爷子会不会大受打击。到时候让海伦娜帮我推销一颗散血救心丹给他，实在不行就换一颗回春丹，到时候肯定能把这套 AI 模型拿过来。说着，叶晨又道，要是能拿过来，就让海伦娜帮忙在北欧搞一个壳公司，把 AI 的服务器搭建在北欧，一方面可以避开美国的禁售令，再一方面还能避开美国的暗中监管。林婉儿笑道，说起四方宝壮，奴家还没来得及告诉公子，老孙刚刚给奴家打来电话，说燕京那边的鉴定流程已经走完了，相关素材也已经发给了电视台，估计再有个20分钟左右就能播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投入这么大精力围堵，还以为四方宝壮肯定在纽约，等新闻一出来，估计他们和吴飞燕都要崩溃的。叶晨道，现在还不知道吴飞燕目前的情况，不过他现在肯定也理不清头绪，一个是理不清陈志民是死是活，再一个也理不清陈志民包的那架飞机究竟什么情况，更理不清四方宝壮到底在什么地方。林婉儿道，奴家觉得吴飞燕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先弄清楚那架飞机的情况。美国的国家安全局之所以大阵仗把那架飞机弄回美国，是因为接到可靠线报说飞机上可能存在国防机密，这肯定是吴飞燕授意的，证明他最着急核实一下这架飞机的情况。叶晨问他，飞机返航要降落在哪里？林婉儿道，指定在靠近美加边境的小型机场降落，距离纽约大概400公里。400公里，叶晨嘴里重复一句，又看了看时间，开口道，要是这样的话，那估计吴飞燕想在飞机降落之前赶过去，就必须坐直升机了。是，林婉儿道，除了直升机，其他的方式都赶不过去。叶晨笑道，那直升机他也过不去，单单是排队检查就够他喝一壶的。说着，他又道，估计等新闻发布了，他都还没出纽约。林婉儿问，公子，那要不要晚些再发布新闻，先让吴飞燕费尽千辛万苦地赶过去，然后再让他切实感受一下什么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叶晨感叹道，我当然想了，只是不知道时间是否能刚好合适。飞机要是到得早了，吴飞燕还没飞到地方，那边就确定没任何异常了呢。林婉儿笑道，飞机再过1个多小时能降落，不过国土安全局既然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就肯定要对飞机进行彻底的检查，才能完全排除异常。我看了一下，陈志民租赁的是一架湾流 G650， 虽然不是很大，但也超过30米长了，一点点的排查，
没几个小时根本不可能查得过来。如果算上这个时间，肯定够吴飞燕从纽约飞过去的。说着，林婉儿又道，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吴飞燕跟国土安全局产生冲突，那就更好了。叶晨笑道，吴飞燕的实力远在我之上，如果她真的潜入机场附近，那她在出手之前一定会先用灵气确认四方宝藏就在那架飞机上，否则她肯定不会贸然出手。这倒是，林婉儿笑着说道，还是公子考虑的全面一些，不过能折腾她多跑400公里，肯定也能让她的心态崩得更彻底一些。这倒是，叶晨笑道，我先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史蒂夫要一下目前正在接受检查的直升机影像资料，看看吴飞燕在不在其中，要是在就好办了，他什么时候被放行，我就能了如指掌，到时候再算上他一路飞过去的时间，差不多就能掌握好新闻发布的最佳时机。林婉儿欣喜道，那太好了，由公子来把控这个时机，奴家就在金陵等公子的消息，一旦公子说可以，奴家就告诉老孙，最迟1-2分钟之内，新闻就能发出去。说着，林婉儿开心不已地说道，一想到吴飞燕马上就要崩溃，奴家就好开心啊。叶晨笑道，你放心，等他知道四方宝藏已经回了华夏，意识到陈志明和钟永博大概率已经死了，他心里肯定会怀疑人生的，估计他这辈子也没有这么憋屈的时候。林婉儿笑脸如花地说道，吴飞燕追了奴家这么多年，让奴家憋屈了这么多年，终于也轮到他尝一尝憋屈的滋味了。说着，他又道，公子，那奴家就在这里安心等公子的消息了。好，叶晨爽快地答应下来，挂了电话之后，立刻离开海伦娜的房间，去了史蒂夫与周良运所在的房间。史蒂夫此时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他盘算着四方宝藏离开美国的时间，感觉四方宝藏早就应该到华夏了，不知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动静。他还盼着消息从华夏传回来之后，自家的噩耗就从纽约传过来，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动静，史蒂夫心里也难免着急上火。刚好叶晨敲门进来，他便迫不及待地上前问道，叶先生，四方宝藏回到华夏了吗？怎么新闻还没出来？叶晨笑道，别着急嘛，东西虽然到了华夏，但还得官方组织专家鉴定好了才可以，毕竟是要对外公布的大事，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才行。再者说了，东西虽然回去了，但素材还是要进行简单处理的，电视台插播新闻也要剪辑、编排，做完后期并且检查无误之后才会播出，这些都需要时间。史蒂夫连忙点了点头，说道，您说的对，这些确实都需要时间，不过您觉得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确切的消息？叶晨想了想，我估摸着再有2-3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好的，史蒂夫看了看时间，下意识道，2-3个小时还好，也不算太久。叶晨这时候开口问他，对了，史蒂夫，你能不能帮我要一下今天你们直升机检查现场的相关影像资料？史蒂夫点点头，没问题，直升机检查点那边好像是我四弟一家在负责，我联系他们要一下。叶晨问他，你四弟很懂互联网吗？史蒂夫道，他懂个屁，他儿子懂得多一些。说着，他忽然想到什么，连忙道，对了，他儿子是您母亲的学弟，当年也模仿您母亲，在硅谷投了不少公司，不过好像没有投出特别厉害的企业。叶晨道，他应该投了一家研发 AI 的企业，你听说过吗？没有。史蒂夫摇摇头，随口道，我对互联网这些概念没什么兴趣。前段时间马克搞了一个什么元宇宙，兴冲冲地跑来跟我们介绍了半天，感觉连小孩子玩的电子游戏都不如。后来有人跟我说过什么 AI， 我根本连了解都懒得了解。叶晨微微一笑，就是你懒得了解的 AI， 差点就把你继承人的位子夺走了。他们现在把 AI 和监控系统融合起来，正在帮助筛查所有需要接受检查的直升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尝试，为他们的 AI 应用打开了新思路。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把 AI 和更多的传统领域结合起来，发挥出更大的功效。
说到这里，叶晨看着史蒂夫，非常严肃地说道：“史蒂夫，你得好好谢谢我，要不是我冒着巨大的危险把四方宝藏送出了纽约，送回了华夏，那最后找到他的肯定不是你，而是你四弟的儿子。到那个时候，你就再也成不了家族继承人，只能成为继承人他大爷了。”